什么？开播30分钟以上平台，扶持可助您获得观众0到250，具体扶持效果受开播质量、时长、观众意愿等因素综合影响。加油！晚上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看一下规章制度啊，我尽可能的避免一下这个什么违禁词什么这些东西。禁止低俗类啊，人身伤害类的是不能讲的。晚上好。这个新进来的朋友可以那个什么关注一下我的小号，我的小号是叫新一代龙二，全新一代新一代龙二。啊，我这个首页的简介上面是有的，就是我这个名字的前面加新一代3个字。晚上好。最近拍了就是小茉莉嘛，小茉莉之后就没有再拍了。我是85后，不是75后。给你们讲讲故事，可以。我上一次是讲到哪儿了？只要时间线来讲的话，是已经讲到了高中毕业是吗？差不多吧。寄宿学校已经结束了，寄宿学校是已经结束之后就认识我的第一个朋友，然后跟他度过了一段一起上学的日子，一起画画，然后一起考试，偶尔还一起逃个课啥的，这个应该不能讲。然后前天我们2个在一起就会经常去吃，我们宿舍下边有一个就全是那种小吃摊儿，就那个时候小吃摊儿是特别的繁华，就是什么都有，炒饭呀什么炒饭，对，主要就是炒饭。我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吃的就是炒饭、炒饼，就是我们东北才有的东西。然后我穿衬衫还没上呢，这穿衬衫是明天上，不过今天刚拍完照片了已经。对，高中阶段，然后我俩当时还挺
因为那个宿舍是在外面，在外面我俩还养了一个小狗，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狗。后来把那个小狗送人了。然后这个高中阶段的这个，第一个所谓的，被掰弯的这个就结束了。因为大学的时候我们考的不是一个学校嘛，非常远，我直接就到大连了，然后他留在沈阳了。然后就遇到上学的时候就遇到的，第二个跟我时间特别长，有7年时间。7年时间，我这个朋友他比我大，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职员，就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具体哪个公司的话我也不方便去讲。然后，觉得他是个就是特别暖的一个人，他对我也特别好。然后讲到他总是会不经意间的去送我一些礼物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挺过意不去的，我就经常会想说送他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那时候上学也没有钱，然后我生活费也不多，我记得才500块钱，就是只能够一个吃饭，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第一年是暑假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特别冷，就以前的冬天都特别冷，然后我就去打工去了，就算是勤工俭学吧。然后我这第一份工作是去的麦当劳。就插一个事情啊，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之前的时候生活是非常顺利的，其实并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踩的坑也是非常多的，也是挺不顺的，就是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基本我都是经历过。然后我就去那个麦当劳打工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踩坑。工资也特别少，那时候是兼职嘛，兼职1个小时是7块钱，好像是，不是7块钱就是8块钱，然后就很辛苦，然后最后就招我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什么这种东西，然后把我招进去之后，到最后，又干了有15天吧，好像是，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暑假不是寒假是1个月。然后干了有15天的时候，然后还住校，学校特别远，就每天还得回学校。完到最后，他那钱只给了我3天的，也不是4天的，就是没给我到最后。然后我也没办法呀，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跟那个经理去反映这些事儿，然后就很伤心。3、4天就几百块钱好像。完了，那是我算是第一次，出来工作嘛，然后就觉得，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人啊？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儿？最初上学的时候都挺辛苦的，我觉得，但我觉得，说真正在上学的时候就出来打工的人还是很少。我就是属于那种最开始就出来就想办法赚钱的那种。刚上大1的时候，完我的性格就是属于那种，就算了，我也没法找，经理又不认识我。
反正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麦当劳的那个主管就特别欺负人嘛。其实他也没多大，那个时候他也就20多岁，就他相当于是克扣了我的那部分的钱。完了，在那之后，然后，还挺崩溃的。崩溃几天之后，又开始跟同学又一起弄了一个烧烤摊儿，不知道花了几十块钱弄的那个铁架子，这是我经历里边的非常的一个，就是挺深的一个记忆，就是跟同学一起弄了一个烧烤摊儿，就我们2个人。就那个时候是零几年嘛，00几年就是经济刚挺好的时候，人们都挺有钱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随便出去做点什么事情都会挺赚钱的。其实，然后这个烧烤摊是摆了10多天，十多天吧，差不多，就是天天晚上，我自己串串的那种，自己买肉，自己串串。最后也是被人赶走了，就是那个地方叫什么广场，叫马兰广场，就是你们如果有大连的人的话会知道那个地方，然后马兰广场的上面，然后后来被人赶走了。不然赶走也是赚了好几百块钱。那个时候就觉得说，通过还挺辛苦的，反正，但是赚到钱也是挺开心的。之后就拿了，不是，反正是1000来块钱，大概是。然后给我第一个朋友买的第一份礼物是一个很贵的一个东西，我当时认为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因为我就也小嘛，就没有说自己用过那么贵的东西，然后就给我第一个朋友买了一个礼物。就这样，之后我俩其实感情就一直都特别好。还有1年的情人节，情人节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在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然后还给他做晚餐。但那个时候我不会做饭，刚好有。他不是胸，属于正常的那种，就是比较正常的那种体型。反正就是这个讲的就是我最开始，因为他对我特别好嘛，然后自己又攒钱，然后第一次被骗，是去麦当劳打工，然后就去做烧烤，赚了将近1000来块钱，然后全都花在给他买礼物上了。不过后期的一个发展的话，就是这个人他是非常争气的，可以是这么讲，因为他后来的工作他就特别成功，他就升到他们公司的一个管理层。烧烤不是自己学，那东西不需要学，那就是直接买的架子。所以很多人对我的一个印象来讲的话，好像是我没有吃过什么苦啊什么的，其实也什么都经历过。后来上学啊，后来就是上学，然后也比较平淡吧，但是我上学期间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他我是学动画的嘛，我的动画旁边是表演系，表演系有一个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他长得很好看，这个人就是那种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好看，就是就我印象中他身板一直都是板得很直的那种，就是很明显是就家教特别好，然后站得特别直。他是表演系的，学播音的，然后说话的普通话说的也特别好，然后又特别有才。然后我跟他关系特别好，就是小米一起在水房打水的时候认识之后吧，他就总给我推荐他的那些，就是他们系里的那些什么，就是学的那些东西给我看。然后后来特别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个武汉的一个不是有武汉的女朋友说错了，他有个武汉的女朋友，而他在我印象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男孩子嘛，然后他成绩也特别好，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年，就是应该大一快结束的时候，然后他不来上学了，我那段时间我也没问，然后大家都说他家里出事了，他就没来上学。然后过了大二之后，我突然间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为了跟他女朋友在一起，然后在武汉就是据说是从17楼跳楼了，自杀了。我当时就觉得好遗憾啊！就这个人，他真的是我觉得整个那个表演系里边最优秀的一个人。然后，但是我所知道就是他的家里的他的精神压力挺大的，其实他一直都是绷着精神去上学，天天虽然表面是很完美的，但是内心里边一直都是很压抑的那种状态。然后应该就是说，可能是他家里不让他跟武汉的那个女孩在一起，然后他去武汉的时候去跳楼了，去世了。那个时候没有说有多伤心的那种感觉，只是觉得好遗憾啊！就真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觉得说一个人这么遗憾那种。然后过了很久之后，有的时候还经常会想到这个人，而唱歌也特别好听。不是双，人家是正常的。这是我大学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就我知道他离开这件事情都已经是他过世半年之后才知道的，就是而且是他们同学之间小道之间传的，因为当时可能是学校封锁这个消息，就不会让这些学生去知道这些事情。不是，他是在武汉去世的，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救他。他可能已经想好了，就是自己就已经想好了，就是然后去见他这个女朋友一面，见完之后就从很高的楼上跳下去了。就在跟你们讲这些时候，我才想到这个男孩，真的就是太可惜了，总是笑笑的。我更多的一个理解，他可能就是心理压力太大了，就是这个精神太紧绷了，所以压力特别压抑，所以就选择离开了这种。
故事，哎，接着往后听是吗？完了，我是一个挺能折腾的人，我就跟我另外两个同学又弄了一个工作室，那是我第一次弄工作室嘛。这个工作室现在叫 KF， 就是叫，因为我当时的弄了个英文名叫 Kevin， 所以那个叫 Kevin Free， 就弄了这么一个工作室，在上学期间。工作室在学校外面，我们那有一个小区叫依山傍水，就是一个全是没有人入住的一个小区，然后很便宜租了一个就是清水房，那里边什么一点装修都没有的那种清水房，连窗帘都没有。然后我们把自己的电脑就放在那边去办公。我们接的业务什么的，我们3个分工，我是做图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跑业务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做图的。对，就是寒假之后，然后第2个暑假开始做这个工作室，接的第一个业务是一个健身房的一个外围，就帮这些健身房做他们平面的那些东西。1000多块钱，我是1000多块钱。当时分钱的时候，我拿200，也是挺费劲的。属于是广告了。我的感触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做生意特别好做。那个时候，然后我还是个学生那时候，就是00几年的时候，我没有听说的那种，只要是成立工作室，只要是坚持下去了，都赚了很多钱。那个时候属于一个经济爆发的一个时候。我的号怎么了是吗？我的号现在搜不到，然后降权了。发的视频就只有粉丝能看到，就是上不了推荐的那种，也没有，也不会推流。对，我是学设计，学动画的。所以我现在又弄了一个小号嘛，新号，叫新一代龙2，会发一些剪辑的东西。为啥降权啊？我的理解是因为我发了一个宣传片，然后刚好就是这个之前图刚发过嘛，然后我又跟着发了一遍。是属于违规。什么2哥主要是太内向，不然早就是大老板了。我觉得这个跟内不内向没什么关系。晚上好，我觉得这个不是刚讲到大学嘛，刚讲到大学，再之后，然后会有一个消失的10年。
就是我认为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个消失的10年，就是不想去回忆，也不想去讲的10年。情感的经历就是刚刚说到，就是第一个朋友啊，我们最开始相处的时候，第二个朋友相处的时候，他就对我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办法去给他买礼物这种。这个其实还有一个误解在里面，就是之前因为我跟这个人在一起7年嘛，7年最初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职员。之后我们在一起3年到4年的时候，他发达了。这个是因为他工作很努力，他也成为这个管理层，所以就变成了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变成了有钱人嘛。变成一个富人之后，就有很多人乱说了，开始就是觉得说我找了有钱人什么的这种。分了是因为7年时间太长了，再一个是好多原因，这些原因真的是，我觉得我得鼓起多大的勇气会把这些事情真的全都讲出来，我觉得不太好，因为也涉及到人家的一些隐私嘛。只能说，如果有钱之后变坏的几率会变大。没有哎，他现在没有，应该是没有结婚吧？G-Shock 这个，因为我原来在日本的时候，我还真就做过代购的，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就是我卖过日本的东西之前。对啊，这个也得看人嘛，不是所有人有钱都会变坏，真的。它相对来讲的话，这个没有太大关系，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大关系，只是说，不知道。去日本的签证麻烦吗？我不知道呀。反正我是长期签证，所以我都是好多年前办的。那个时候需要的是存款证明跟就是房产啊、车产就能提供就提供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银行流水，别的就不需要了。现在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据说确实是挺难的，好像又是什么纳税啊什么这些东西，纳税、社保。UM 客服不是我。其实你设计的服装还是挺好看的，谢谢夸奖。长期签证是5年的，长期签证就是5年之内
无限次往返，然后每一次可以停留不超过90天，3个月。对。现在旧本上呢，其实不可以，新本继续重新签哦。我们的产品就是比较这种简约嘛，简约，然后属于高质简约这种，就是没有图案也没有字母的这种，但像 logo 这种东西都是在里边。自驾出游啊，自驾其实我一直都是这边不太忙的时候就会开车去周边去转一转，因为我觉得还挺放松的，也挺享受那个，虽然就是几个小时自己开车的那种感觉。比如说现在在广东的话，基本周边的这几个地方都去了。珠海啊、中山啊、深圳，然后东莞什么这些地方，还有清远，还有湛江，我还自己开车去了海南。我家衣服的品牌是 UM 工作室。有啊，我的衣服是有小码的，我们都是从100斤到200多斤都是能穿的。那我往回憋一憋。对，车过还真是挺特别的。我头一次知道那个徐闻港离海南那么近，坐船才2个小时，完了，这个车跟人就直接过去了，直接从那个轮渡直接过去2个小时，1个半小时，这是非常的方便了。然后这个车上去才400块钱，人才几十块钱。然后上去之后就到海口，到海口之后再往三亚开200公里吧。我基本上是不去酒吧了，没有之前那么爱玩吧。之前去酒吧的话，会觉得是一种放松，然后会觉得好玩，会觉得，新认识朋友什么的，就觉得挺开心的。但是现在没有，现在会觉得累，唯一的一个感觉就是累，就感觉去一次酒吧要回来之后就要用好长时间去调整，至少要2、3天。本来我感觉我现在睡眠就不是太好，然后如果要是睡觉稍微晚一点的话，第2天就完了。
对啊，我这种就是一个人在家。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转化，我觉得也挺奇怪的。我其实之前的时候性格挺外向的，也挺爱出去玩的。我经常去经常去酒吧什么的。以前，现在变了，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谁都会逐渐经历这些吧，一直都很憔悴啊。最近确实也是没有休息好，我最近这个号封挺难受的。然后刚好我有一个朋友跟我是一个境遇，昨天晚上刚跟我聊，他说你最近怎么发东西发那么偏啊？我说因为我这个养号呢，这个号封，就是逐渐的发一些东西的话可能会解回来。然后那个朋友说你看我的号，然后看他的号也是这种情况，他说基本上就不要抱什么希望，基本是解不回来的。然后就算了。天蝎座的本质是性格是偏内向，不善于向外界透露自己的内心，是一直都是。我的确是那种心里边在想什么，基本上是不会跟别人讲的。为什么会封号啊？反正我昨天跟我就是另外一个也被封号的一个朋友讨论的，有可能就是说，抖音现在会给就是更有机会的人流量嘛，因为流量毕竟还是很值钱的嘛，这个东西。那对于我们这种，因为这个号也3年了，就突然间不给流量也是没有什么，可以理解。但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发了跟别人一样的视频嘛，就判了一个违规。我打了投诉电话的话，那个客服说你这个是能解开的，不用太去担心。但是昨天晚上那个朋友说他们一直会这样讲，但其实他是不会给你解开的。我小黄车怎么全部下了？我就没上过小黄车，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加这个东西。但是我讲我们这个春款的时候，就是UM工作室嘛，因为我UM工作室已经做了第4年了。我们春款的时候，我可能会过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会试一试。到时候你们要是有空的话，也可以过来，捧场什么的。憔悴就憔悴呗，憔悴也是真实的我，不是吗？状态确实是不可能一直都那么高涨。的确是这个号没被封之前，我怎么看自己都很年轻，但是最近几天真的是感觉内耗了很多，内耗之后就觉得老了。
什么时候找个另一半陪你呀？40岁的时候吧。还是要先好好做事业，好好赚钱。一般人应该比较难进得了你的花呀。其实也不能这么说，我感觉也没有什么人喜欢我呀。也是因为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就怎么做事上面了，就全都用在怎么赚钱上，所以就不太愿意往，没有太多精力去交朋友上。本来我还是挺想给你继续，本来还是想继续讲，但是突然间语塞了，因为再往后讲的话就会讲出很多这个第一个朋友的第二个朋友总是说我错，我这个第二个朋友的一些隐私的东西，我觉得这就不太好了。等我到时候再掂量之后再怎么讲。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我属于边界感比较，边界感非常，对我来讲非常强烈。就是说，如果就我永远不会去说别人什么东西，永远也不会说。没有经过一个人的允许的情况下，我是永远不会去说的。觉得，所以也有很多人会觉得我比较无趣。像我这种人也没有不会讲八卦这种的话，就特别无聊。不止2任啊，我谈过4个，也不少。对，4个。2个那个什么，一个日本人，然后5个，没有仔细算过，但是确实是不多。我会讨厌八卦，我也没有讨厌。我觉得如果别人在我面前讲八卦什么，我会觉得，哎，一听一过嘛，这个就是，然后只是，当个乐子听一下，但是不会太去深究这些事，也不会说太去刻意去在意这些人所讲八卦的那个对象。爱人对我做的最感动的事情是啥？最感动的事情是，我有一次生病了，我睡着了，就是我在沙发上睡着了，就是吃完药，然后我朋友当时就把我抱回到床上。其实我半梦半醒，他以为我睡着了，然后他抱着我的时候，他哭了，就是那种，就是没有嚎啕大哭那种啊，就是那种眼泪就在
眼圈里边转，然后就流下来了。就是那个是他最真实的，他对我的一个心里的那种怜悯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想的话，最感动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他不知道我醒了，他不知道我看见了他在抱我的时候他哭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他是真的，他是爱我的。我以前很瘦，这个人就是我第二个朋友，他个子很高，他有1.83米，然后我也不胖那个时候，所以就很小。问怎么分手，这个我得好好编辑之后才能讲。原因的确是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吧。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与我们相互两方的各自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是有一些做的不妥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的话，还是就是有过就珍惜就行了。就如果实在不能在一起的话，就彼此去祝福，然后各过各的就行了。我觉得“人品”这个词可能是用的不当，但是他的确是因为说看到我当时的一个状态是生病了，然后很可怜的样子，他可能就会他心疼啊，这可以用“心疼”这个词是对的，我觉得，而且好心疼呀，这种就把我从沙发上直接抱到床上了。对，是心疼。这个不是我，这个我觉得相比于说，我送他礼物也好，他送我礼物也好，这些我觉得比这些都要更直击我的心灵一点。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那个他是，就那一瞬间，我觉得是最感动的，就超过了很多别的事情。当然，我觉得我令他感动的有一次就是情人节的时候给他做饭嘛。那我也不会做饭啊，我不会做饭。我当时有一个好朋友，化名吧，我给他化个名吧，叫东东，因为我觉得这个直播间一定会有人认识的，所以其实他偷摸帮我做了饭，在等我朋友来，然后他做完的时候，其实我朋友已经来了，已经快到门口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他来了。然后当时这个东东直接直接穿衣服穿鞋什么的，就直接从打开门就跑到楼上去了，先躲起来。然后朋友进来之后，然后他又偷又走了。然后这个东东呢，是我最好的朋友了，是我最好，这是化名，这是一个化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真的，这是真是20多年了已经。他就是为了让我跟我当时第二个朋友的关系更融洽，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带我们俩当时是一起去学日语，天天一起去上课，然后我总是迟到，迟到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赶紧来上课。我有的时候就是快下课的时候才到，到之后下课了，我们俩就去有一个2路小丸子去吃那个章鱼小丸子，在大连的青泥洼桥。
一起学日语的时候。不是，我学日语很早的。我学日语的时候是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了，断断续续的。不是，当时其实我这个好朋友他是没有出国的，因为他的朋友就他的爱人嘛，在日本，然后也在日本的中国人，然后他那时候特别想去日本上学，然后他就学日语，他学日语，然后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学，我就跟他一起去上课，在一个叫樱花日语学校的一个地方学的，学费是700块钱，记得很清楚。然后他也没去。然后后来他又约我一起去学雅思，因为他后来的时候他去了美国，然后他就去了。那时候他也一直问我，他说要不要跟他一起考雅思啊，跟他一起走。我说然后就留下来了，跟我第一个朋友在一起。第二个朋友总是说错，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第一个朋友更像一个学生时期的同学吧。然后我内心里边默认的第一个朋友其实是第二个朋友，7年的那个，然后我就没跟他去，没跟他选择去国外留学，就选择跟第二个朋友一直在一起。日语真的很一般，简单的交流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要是太深奥的，肯定是不行。日本人是第4个。是能听懂的，这些动画片啊什么的是能听懂的，所以星球爱情故事啊，这就是能听懂的。日本人不是这种熊，日本人是一个，小秋桑，是一个，直播间不支持查看用户是无法进行关注。我看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改，我试一下。直播管理，所以我这几个管理员一个都不在是吗？好尴尬。我不知道怎么改这个东西。功能设置，没有。这就可能麻烦大家就出去搜一下 UM 工作室了。对，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改，我等过后的时候我研究一下吧。这是开直播之前改的是吗？那就之后再说吧。
所以有人不是要加这个 UM 工作室的号吗？这个 UM 工作室的号就是平时我会发一些拍照的时候的照片，就是产品图这种图，方便大家如果对 UM 工作室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些产品。谢谢这位朋友的礼物，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演奏奏响人声。台湾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是可以的，台湾、新加坡、香港都可以。谢谢夸奖，确实我们 UM 的东西的一个 slogan 就是它的一个特质，就是简约和高质嘛，就是这两点，而且逐年的在提升这些方面质量呀什么这些做工等等。我严格意义上讲的话，我英语是比日语要好的，就是能听懂的东西会更多一些，讲的话也不会那么的，日语稍微有一点费劲。不想秀，不好。不算是天赋吧，我觉得这是挺基础的一些东西。就现在觉得会英语都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事情嘛，然后再会一点日语就是太正常了，也是挺普遍的事情吧。对，衬衫的话，明天就会上。学日语不是为了找朋友，纯是因为好奇，不是因为我原来确实也想去日本上学。这是又一个新的故事。去日本上学没去成，好遗憾，这个也挺遗憾的。当时是想那个去，东京文化学校，就是日本服装学校，叫什么？对，是东京文化学校吧。然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卡壳了，就没去成。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保时捷啊，然后对，东北相对离日韩很近，就是关东地区嘛，它离那边都很近，然后去日本的人就比较多，尤其是大连，真的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半的同学都是学日语。什么4国语言啊？我只会日语、英语跟普通话，别的都不会。主要是再会一个粤语还好，因为粤语我真的是听不懂。
东北话，东北话不是跟普通话也没啥区别。其实纯正的普通话我也是会讲的，只是说说东北话的话会比较自然一些。还要继续听故事吗？故事已经讲到了，讲到了开工作室是吗？他这个上学的时候，对，烤串儿。我是不可能有鞍山口音的，我是鞍山市的一个县里一个小县城的，就是我们那儿是不讲鞍山口音的，我们那儿其实讲的有点像，黑龙江口音，就很奇怪的一个地方。故事还没有结束，我每天都会更新一些。第三任的话，下次再讲。那就讲第二任我还没讲完呢。第二任有7年了，其实7年有很多东西可以讲。讲另外那个2个跟我一起第一次创业2个朋友吧，这两个其中有一个是，然后有一个不是，就是他们2个，然后后来他们2个就一起去了基督教，就是在基督教因为其中一个是钢琴10级很厉害的，他在基督教就唱诗班弹钢琴。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基督教帮忙，然后我们3个一起弄的，第一个就 KF 工作室嘛，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到后来具体原因我也忘了，然后他就本来是的那个人，这教会帮他找了一个弹钢琴的工作，就是教小孩弹钢琴的工作，然后再到后来这个人去干嘛了我不知道，但是他后来他就不是圈子的一个人了，他变成了职人。然后就这个另外的那个朋友，他当时是在同德来火锅去当店长，后来一直都在同德来火锅，就现在应该也是什么大区店的什么经理什么这种，还是自己已经有了好几家店了的。那我相信他是被救赎了，真的是因为，就是他真的是到最初的时候，他坦白的是，就是他是的时候，一直到他最后说他不是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他从道德上去约束自己的那种。就我觉得基督教还挺好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喜欢去跟他们一起，就是周末祷告啊，我记得就是去唱诗，我去过好几次呢，然后而且他们就是一起叫兄弟姐妹嘛，然后人都特别好，就他们真的会帮你找工作呀，然后解决很多的问题啊，互相帮助这种。
就那两个好朋友的工作都是他们一个教会里面的人，对，做礼拜。好，那我不说这个了。哎，今天为什么会有放烟花的呢？不知道为什么。我门口有一条河，这条河是汾河，汾江是一条江，对，所以它这儿经常的话，江边会有放这种烟花的，就一到过节的时候。应该不会违规吧？就是说到这个，信徒啊什么这些，我会。如果一定要，但是吧，我又觉得说这边也好，我又觉得那边也好，又觉得佛教或者什么，或者说就是基督啊什么都挺好，就唯独不太了解的是伊斯兰，这个我不太了解。好的，那就换话题啊。我的新号叫新一代龙二，不叫王尔德德了，把王尔德德那个名改掉。哎呀，16了，快！王尔德德好听，但是会让很多人联想不到我，因为我这个，实在话嘛，就是小魔力播出之后，如果有人想加我，加不到的话，就挺耽误事儿的，就直接把那个，谢谢夸奖。没有，这边的房子不是买的，这边现在还有人敢买房子，真的服了。这个是租的。这两年房子便宜，也不能随便去买房子，而且有房子的情况下就不要再买了，买那么多干嘛呀？给谁住？对，这个因为管理嘛，也是算是同事嘛，他会比较监督我讲话有没有讲这些违规的什么的，可能一不小心又讲什么，这个直播间要是再封了，那就凉凉了就。多谢这个丝毛的，虎剑。哎，我哪有孩子呀？想，暂时没有想要孩子的想法。啊，我都已经看过了，因为我这个，违规的时候，他就给我发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违规条例，就是那种
能看1个小时那种，就特别长，我都基本上仔细看过一遍。其实还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小心一点。真的不一定发什么东西就直接触犯了一些条例什么的。新的那个网剧叫《小茉莉》。好了，今天也播了1个小时了，然后我那个什么，下次给你们讲我的这些小故事什么的。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拜拜。